嗨，嗨，大家新年快乐！今天是台湾的过年，应该是初一吧。就是影片里，我想要随机的分享一些，尤其我去年刚满25岁之后的对人生的一些感触跟体悟。大家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一个关键词代表你的可能2022，我好像没有在想那种关键字，像我就是好像几乎每一年生日，尤其是过去这几年，比如说22岁啊、24岁、25岁，就是心里或是脑袋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关键词，但是一年我体悟到的一个关键词。那我当时没有写下来，我就是在脑袋里这样想一想而已。我今天又想到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只记得一个词，现在只剩下一个词。我也会这样问我朋友啦，就是你觉得人生是什么？我尤其去年满25岁嘛，就是有点像年过半百，但我们也很难活到100岁，就是我都会这样去想。我很常谈论这种话题，因为活到100岁之后，可能最后那10年，可能90到100岁之间，我们也老了，太能可以做什么事，所以现在真的就是趁年轻的时候要想做什么就去做。我去年满25岁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有点像1/4，不一定会活到100岁。所以就是要好好把握啦。那我会想象说，25岁应该是要在每个方面都要稳定，需要依靠任何人的那种年纪。那我觉得我自己起步晚了点，但也不是说跟别人比较，就是它终究是一种指标。在某些方面，比如说像当模特这件事情，在国外的模特，他们都可能15、16岁都可能被发掘到。那我自己的话是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大概大学可能19岁的时候吧，才被发现的。那台湾的时尚产业也没有像英国或欧洲这么发达，早起步或是晚起步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。总归一句，我这里想要表达的是，人生是累积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可能像过去这1-2年，我就会想说，如果高中那时候我就接触到了什么什么，我现在应该就会已经很厉害了之类的想法。那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，就是认为自己起步晚，而去担心一些不必要的忧虑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认识你自己才是生命中最大的目的。你要认识你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那你认识你喜欢的东西之后，你就专注在做你想做的事情上。像我过去也很严重的会去把自己跟别人比较，或是可能嫉妒别人啊，或是抱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吧。但我现在已经不会这么去想了，因为我就专注在我想要做的事情上。因为我说人生是累积嘛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句话。那你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我们生来是人类？就我其实每天都在想这种问题啦。为什么我不是生来就是一个大象？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大象，我最近都会看有一个在非洲的动物频道，我就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动物，它们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我就会把人生想成是一个游戏，那我自己就是里面的那个主人公。那我每一次遇到的困难啊，就像游戏里面一样，你要去克服它、打败它，或是其他的怪物啊。其他的怪物可能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怪物嘛，我可能会觉得是一些很无聊的人。没事搞事的那种人啊，也是让你修炼你的人生的一个元素。是你这辈子身为人类，其实是有一个门票，就是你有机会玩这个游戏。那你就是
游戏中的主人公，当然你要专注在自己身上，你要为自己玩这个游戏。我刚刚还说人生是累积嘛，那不就是游戏中的你累积的经验值，那也是累积起来的。你得到的金币啊，也是累积起来的，那你就可以买更好的装备。那装备可能就是像生活中，比如说我最近很想要买一个 iPad， 我就可以编辑我的影片。对，没错，编辑我的影片我用手机耶，就这么小，然后就是每次都觉得编辑好几个小时，我就觉得我快瞎了。然后我真的很想要一台就是很大的 iPad， 我要买最大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装备？游戏中你会买衣服吗？这就是你在人生中可以去收集、去累积的，他们是对你的人生有帮助，也就是打怪嘛。或是说你需要一双鞋子，运动鞋，那你就可以去跑步，那就是锻炼你的身体。像这个也是一种装备。反正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一个概念啦。所以人生是累积。我想大家就是在新年的时候都会就是觉得哦干劲满满，我今年一定要做什么事，我今年一定要怎样怎样。那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心态，举个例好了。今天有一个人，他是长头发，然后他来问我说：“哎，米娅，你觉得我要不要剪头发？可是我又没有剪过，我好怕我剪了又不喜欢，那如果不适合我怎么办？就我要不要染红色头发？如果染了很老气怎么办？”就这个人就会一直问我，无限循环。这边要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你剪就对了，因为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，就代表说你有这个想法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，你就不会问我啦。你今天想要干嘛的时候，要自行填充，你就要去想，我去做就对了，就去做就对了，就去做就对了。好，回来。那做了之后，如果你剪短了头发，你就很喜欢，那恭喜；染了头发很喜欢，你就超适合你，就是你的本命色，那恭喜你。那如果今天你不喜欢怎么办？或是你觉得短头发根本完全就不适合我，那你也得到答案了，你就可能就发誓说我这辈子下半辈子都不会再剪头发，或说我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。你还是有决定一件事，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第一个重点，人生是累积。第二个重点，想做什么去做就对了。再见，新年快乐！